愛情裡的焦慮型、逃避型、自信型，你是哪一種？你為什麼都不秒回訊息？是不是不愛我了？玉婷哭着質問。我只是想有一點自己的空間，你為什麼總要一直問？俊哲無奈地嘆氣。這對情侶感情基礎並不差，但每一次玉婷的需要安全感，都換來俊哲的退避三舍。最後玉婷越追，俊哲越逃，兩人明明相愛，卻常常陷入拉鋸戰，互相折磨。這並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，而是愛情中的依附形態在作祟。心理學家告訴我們，人的愛情模式大致可以分為3種：一、焦慮型，渴望靠近，卻害怕被拋下；2、逃避型，害怕依賴，總想保持距離；3、自信型，安全型，能自在的愛，也能安心的被愛。問題來了，你是哪一種？焦慮型，你是不是要丟下我？焦慮型的人心裡像有一個無底洞，永遠需要確認：你還在嗎？你還愛我嗎？明安和男友交往2年，只要對方訊息5分鐘沒有回，他腦中就會冒出各種劇情。他是不是在跟別的女生聊天？他是不是覺得我煩了？他是不是準備提分手了？於是他不斷傳訊息轟炸：你在幹嘛？怎麼還不回？最後對方真的覺得壓力太大，選擇拉開距離。焦慮型的特徵，對伴侶高度敏感，任何小細節都能觸發不安，喜歡黏在一起，渴望確認對方的心意，害怕被拒絕，常常因為恐懼而爆發情緒。矛盾點，焦慮型的人最想要的是愛，但因為過度緊抓，常常把愛推遠。逃避型，我需要空間，別靠太近。逃避型的人看似冷靜獨立，卻常常在心裡築起一道牆。他們不是不想愛，而是害怕太靠近會受傷。人傑和女友佳慧在一起後，佳慧很喜歡黏着人傑，常常問：你愛我嗎？人傑雖然愛他，但每次聽到這種問題，他就覺得窒息，開始冷淡。當佳慧生氣質問時，人傑選擇沉默或離開現場。結果佳慧越追他越退，最後變成一追一逃的惡性循環。逃避型的特徵，強調獨立，覺得不需要太依賴誰，遇到衝突傾向逃避或冷處理，害怕表達脆弱，認為展現需求是不安全的。矛盾點，逃避型的人最想要的是自由，但因為不敢親近，常常錯過真正的親密。自信型、安全型，我愛你，也愛我自己。自信型的人不是因為沒有傷痕，而是因為在愛中找到了一種平衡。他們知道愛不是緊抓不放，也不是刻意保持距離，而是自由中的連結。麗美和男友袁凱在一起3年，他們也會爭吵，但袁凱有一個習慣，每次吵架後他都會主動說：我還是愛你，只是我們對這件事有不同看法。這句話讓麗美很安心，知道衝突不代表愛沒了。久而久之，他們的感情越來越穩定。自信型的特徵，對自己和對方都能接納，不需要過度依附或防衛。遇到衝突時，能理性溝通，而不是逃避或情緒化。不害怕表達需求，也願意聆聽對方的需要。關鍵點，自信型的人懂得，愛是一種選擇，而不是證明。為什麼我們會成為焦慮型或逃避型呢？依附形態往往源自童年的經驗。如果小時候常常覺得父母忽冷忽熱，就可能養成焦慮型。因為愛從來不確定，所以長大後需要不斷確認。如果小時候父母太嚴厲或情感冷漠，就可能養成逃避型，
因為愛總是伴隨壓力，所以長大後選擇保持距離。如果小時候得到穩定的照顧，就容易形成自信型，因為愛讓人安心，所以長大後能自在地給予與接受。換句話說，你今天在愛情中的樣子，可能不是你選的，而是你被養成的。焦慮與逃避為什麼總吸引彼此？有趣的是，焦慮型和逃避型常常會互相吸引。焦慮型的人覺得逃避型的人神秘有魅力，想要靠近；而逃避型的人覺得焦慮型的人熱情主動，一開始很享受，但隨着時間拉長，矛盾開始出現。焦慮型想要更多的愛，逃避型想要更多的空間，結果一追一殺，雙方都精疲力盡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感情不是因為沒愛，而是因為形態不合而磨掉了熱情。現代生活實例：一、焦慮型加逃避型，淑芳總是逼問男友：“你是不是對我冷淡了？”男友越來越冷漠，最後分手。二、焦慮型加自信型，學亮雖然黏人，但女友懂得安撫，讓他逐漸穩定下來。三、逃避型加自信型，小林雖然怕親近，但女友沒有逼他，而是耐心陪伴，最後讓他敢打開心房。這些例子告訴我們，不是你是哪一型就注定失敗，而是你有沒有遇見能夠接納你的人。結語：你是哪一種？焦慮型、逃避型、自信型，沒有哪一種比較好，因為他們都是人類保護自己的方式。焦慮型渴望愛，是因為他曾經害怕失去；逃避型保持距離，是因為他曾經受過傷；自信型能安心，是因為他學會了信任與自我接納。愛情裡的課題，不是去換一種形態，而是去認識自己，理解自己為什麼這樣反應。因為當你能理解自己，就能理解伴侶；當你能接納自己，就能接納愛。所以，請問你自己，在愛情裡，我比較像焦慮型、逃避型，還是自信型？答案也許就藏在你每一次爭吵後的心跳、沉默，甚至眼淚裡。